回到黑煞魔宫，幽月早已在大殿中等候。看到陈平和胡麻子平安归来，他眼中闪过一丝惊讶，随即又恢复了平静。两位果然不负所望，成功取回了宝物。幽月微笑着说道：“不知两位想要什么奖励？”陈平将魔盒扔给幽月，淡淡道：“奖励就不必了，我们只希望你能遵守承诺，帮忙调查胡氏一族灭族的真相。”幽月接过魔盒，眼中闪过一丝贪婪，但很快便掩饰过去。放心，我答应的事情自然会做到。不过调查真相需要时间，你们先在魔宫住下，等我的消息。陈平和胡麻子对视一眼，点了点头。他们知道幽月虽然答应了帮忙，但肯定不会那么轻易就说出真相，他们还需要耐心等待。在黑煞魔宫住下后，陈平开始潜心修炼，修复伤势的同时，也在消化这次在藏魔渊中的收获。胡氏先祖的符道传承让他受益匪浅，对符道的理解更加深刻，实力也有了不小的提升。胡麻子则整天研究族中的古籍和族长令牌，希望能从中找到更多关于胡氏一族的秘密。就这样，两人在黑煞魔宫中住了下来，等待着幽月的消息。而他们不知道的是，一场更大的危机正在悄然逼近。黑煞魔宫的日子平静得有些诡异，幽月似乎真的在履行承诺，不仅没有再提任何要求，反而派人送来不少疗伤的丹药和修炼的资源，态度恭敬的让人心生警惕。陈平伤势在凝心诀的滋养下早已痊愈，甚至借着这次受伤的契机，将体内灵力淬炼得更加精纯，距离散仙境7品只有一步之遥。他每天除了修炼，便是在魔宫之中闲逛，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在暗中探查魔宫的虚实。之日，他走到魔宫后花园的一处假山旁，忽然听到假山后传来压抑的交谈声。魔女真的要放过那2个人类？那枚魔盒可是能让您突破瓶颈的关键。一个沙哑的声音说道：“急什么？”这是幽月的声音，带着一丝冰冷的笑意。那2个人类既然能从藏魔渊活着回来，必然有过人之处。尤其是那个陈平，实力深不可测。与其与之为敌，不如暂且拉拢。等我炼化了魔盒，突破到地仙境4品，到时候再收拾他们也不迟。可是胡氏一族的那个小子已经开始调查灭族真相了，万一被他查到什么？查到又如何？幽月冷哼一声，当年的事情做得极为隐秘，就算他查到蛛丝马迹，也没有证据。再说他现在还在我们的掌控之中，翻不起什么大浪，那属下就放心了。对了，九盘山周围的几个势力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似乎也想染指藏魔渊的宝物，要不要属下派人去处理一下？不必，幽月淡淡道，让他们去闹，正好可以试探一下那2个人类的实力。若是他们能解决那些势力，自然最好；若是不能，死了也省得我们动手。假山后的声音渐渐远去，陈平悄然从假山后走出来，眼中闪过一丝冷意。果然，幽月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放过他们。所谓的帮忙调查真相，不过是缓兵之计。他回到住处，将听到的事情告诉了胡麻子。胡麻子听完，怒不可遏，这个幽月竟然如此歹毒，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揭穿他的真面目。别急，陈平按住他的肩膀，我们现在还不知道黑煞魔宫的底细，贸然行动只会打草惊蛇。当务之急是尽快提升实力，同时找到当年灭族真相的证据。可是我们现在该从哪里入手？胡麻子眉头紧锁，魔宫的古籍我们已经看过了，并没有关于灭族真相的详细记载。或许我们可以从九盘山周围的势力入手。陈平沉思道，幽月刚才提到九盘山周围的几个势力已经开始蠢蠢欲动，或许他们知道一些关于当年的事情，而且幽月想让他们试探我们，我们正好可以将计就计，借机调查。胡麻子眼前一亮，好主意，
我们可以假装去处理那些势力，趁机打探消息。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出发。陈平站起身，在离开之前，我们先去做一件事。两人悄悄地来到魔宫的古籍库，这里存放着黑煞魔宫历代的古籍和记载。陈平用灵力打开古籍库的大门，两人迅速进入其中。古籍库中堆满了书架，上面摆满了各种古籍和卷宗。陈平和胡麻子分工合作，仔细地查找着关于胡氏一族灭族的记载。不知过了多久，胡麻子忽然发出一声惊呼：“找到了！你快来看！”陈平连忙走过去，只见胡麻子手中拿着一卷泛黄的卷宗，卷宗上记载着2800年前的一场战争。战争的双方是黑煞魔宫和胡氏一族，而战争的起因竟是胡氏一族发现了黑煞魔宫想要放出藏魔渊中魔将的秘密。原来如此，胡麻子看着卷宗上的记载，眼中充满了愤怒和悲伤。当年灭我胡氏一族的，竟然就是黑煞魔宫。他们为了掩盖想要放出魔将的秘密，才对我胡氏一族痛下杀手。陈平的脸色也变得极为难看。幽月果然一直在骗我们，他不仅知道灭族的真相，甚至可能就是当年那场战争的参与者。我们现在就去找他算账。胡麻子怒不可遏，就要冲出去。等等，陈平拉住他，我们现在没有确切证据，就算去找他，靠着一个卷宗，他也不会承认。而且这里是黑煞魔宫，到处都是他的人，我们根本不是对手。那我们怎么办啊？难道就这样算了？胡麻子不甘地说道。当然不能算了。陈平眼神冰冷，我们先离开黑煞魔宫，然后再想办法报仇。这卷卷宗就是证据，我们一定要保管好。两人将卷宗收好，悄悄地离开了古籍库，趁着夜色离开了黑煞魔宫。离开黑煞魔宫后，两人一路向东，朝着九盘山周围的势力所在的走去。他们知道一场新的挑战即将开始，而这一次他们不仅要面对九盘山周围的势力，还要时刻提防黑煞魔宫的追杀。离开黑煞魔宫已有3日，陈平和胡麻子一路向东，沿途避开了几波魔族的巡逻队。九盘山外围的魔气虽不如深处浓郁，却弥漫着一股诡异的寂静，连鸟兽的踪迹都极为罕见。陈平，前面就是迷雾森林了。胡麻子指着前方被白色雾气笼罩的区域，兽皮地图上标注着这里是黑风寨的地盘。黑风寨是九盘山外围的一个山寨，据说寨主是个地仙境的妖修，平日里靠着劫掠过往散修为生，行事极为霸道。陈平望着那片浓得化不开的雾气，眉头微蹙。这雾气不寻常，里面蕴含着妖气，恐怕有幻境。妖修最擅长这些旁门左道。胡麻子握紧了腰间的短刀，自从得到先祖传承后，他对妖气的感知敏锐了许多。要不要绕开这里？绕开反而会引起怀疑。陈平摇头，从包裹里取出2颗清神丹，服下这个，能抵御幻境的侵蚀。我们装作路过的修士，先去探探黑风寨的底细。两人服下清神丹，迈步走进迷雾森林。雾气如同冰冷的绸缎般缠绕过来，能见度不足3尺，耳边传来若有若无的低语，仿佛有无数双眼睛在暗中窥视。胡麻子紧握着族长令牌，令牌散发的白光能驱散周围的雾气，让他安心了不少。这森林里的妖气很杂，不止一种妖修，看来黑风寨收罗了不少妖怪。陈平神识悄然铺开，却被雾气中的妖气干扰，只能探查方圆10丈的范围。小心些，这里的幻境能影响神识，别被迷惑了。走了大约半个时辰，前方忽然出现了一条岔路，路口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黑风寨3个字，字迹歪斜，透着一股凶戾之气。往这边走。陈平指着左边的路，那里的妖气更浓，显然是通往山寨的方向。两人刚拐进左边的路，
雾气中忽然传来一阵马蹄声，10几个骑着黑狼的妖修出现在前方，拦住了他们的去路。这些妖修个个面目狰狞，手持刀斧，眼中闪烁着贪婪的光芒。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为首的妖修是个长着榔头的壮汉，手持一柄巨大的开山斧，恶狠狠地盯着陈平和胡麻子。胡麻子刚想动手，被陈平按住。陈平从怀中取出一小块仙石，扔给榔头壮汉：“我们只是路过的修士，想借贵地休息一晚，这点小意思不成敬意。”榔头壮汉接过仙石，掂了掂重量，脸上露出一丝不屑：“就这点仙石，打发叫花子呢？把你们身上的宝物都交出来，否则别怪爷爷不客气。”他身后的妖修们也纷纷起哄，挥舞着手中的武器，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起来。陈平眼中闪过一丝冷意，但还是强压下动手的念头。我们只是散修，身上没什么宝物，还请通融一下。散修？榔头壮汉上下打量着两人，目光落在胡麻子手中的族长令牌上，眼中闪过一丝贪婪。那小子手里的玉佩看起来不错，把他交出来，爷爷就放你们过去。胡麻子脸色一沉，握紧了令牌，这是我的传家宝，绝不交出。敬酒不吃吃罚酒。榔头壮汉怒吼一声，挥舞着开山斧朝着胡麻子砍来：“给我抢！”10几个妖修立刻围了上来，刀斧齐出，朝着两人砍去。陈平不再犹豫，体内灵力运转，淡金色的护罩将两人笼罩。同时他祭出斩龙剑，金色的剑气横扫而出，瞬间将冲在最前面的几个妖修击飞。榔头壮汉没想到陈平竟然是个硬茬，心中一惊，但很快又反应过来，怒吼一声，开山斧带着凌厉的风声朝着陈平的护罩劈来。当的一声脆响，护罩剧烈震动起来，却依旧完好无损。就这点本事也敢拦路抢劫？陈平冷哼一声，斩龙剑如同流光般刺出，瞬间刺穿了榔头壮汉的肩膀。嗷！榔头壮汉发出一声惨叫，捂着流血的肩膀连连后退，眼中充满了恐惧。你到底是谁？路过的修士。陈平淡淡道：“不想死的话，就赶紧让开。”榔头壮汉看着地上哀嚎的手下，又看了看陈平手中散发着凌厉气息的斩龙剑，知道自己不是对手，连忙带着手下狼狈地逃走了。这些妖修也太不经打了。胡麻子看着榔头壮汉逃走的背影，有些意外地说道：“这只是些小喽啰，真正的高手应该在黑风寨里。”陈平收起斩龙剑，我们继续往前走，小心应对。两人继续深入迷雾森林，走了大约1炷香的时间，前方的雾气渐渐稀薄，一座巨大的山寨出现在眼前。山寨的围墙是用巨大的黑石砌成的，上面插着黑色的旗帜，旗帜上画着一个狰狞的狼头图案。山寨门口站着2个身高3丈的熊妖，手持巨锤，目光警惕地盯着来往的行人。这里就是黑风寨了。陈平看着山寨门口的熊妖，这2个熊妖的实力不弱，相当于地仙境2品的修士。我们怎么进去？胡麻子问道。直接进去，陈平说道。我们就装作来投靠黑风寨的修士，趁机打探消息。两人走到山寨门口，熊妖立刻拦住了他们，站住！你们是什么人？来黑风寨干什么？我们是路过的修士，想投靠黑风寨，还请通报一声。陈平说道，同时从怀中取出几块仙石，塞到熊妖手中。熊妖掂了掂手中的仙石，脸上露出一丝满意的笑容，等着，我去通报寨主。很快，熊妖回来了，对着两人说道，寨主让你们进去。两人跟着熊妖走进山寨，山寨里面比想象中更加热闹，到处都是妖修，有狼妖、虎妖、蛇妖等等，形态各异，散发着浓郁的妖气。山寨中央有一座巨大的议事厅，议事厅门口站着2个手持长剑的狐妖，
容貌秀丽，眼神却极为冰冷。熊妖将两人带到议事厅门口，说道：“寨主就在里面，你们自己进去吧。”两人走进议事厅，只见议事厅中央坐着一个身穿黑色长袍的中年男子，面容英质，嘴角带着一丝冷笑。这是黑风寨的寨主黑风老妖。黑风老妖的两旁站着10几个妖修，个个气息强大，显然都是黑风寨的核心成员。你们就是来投靠我的修士？黑风老妖看着陈平和胡麻子，眼中闪过一丝审视的光芒。是的，寨主。陈平说道，我们听说黑风寨实力强大，想投靠寨主，为寨主效力。哦，你们有什么本事？黑风老妖问道。我们会一些粗浅的法术，能为寨主冲锋陷阵。陈平说道。哈哈哈！黑风老妖大笑起来，就凭你们两个，也想为我效力？我黑风寨可不收废物，寨主若是不信，可以试试我们的本事。陈平说道。好，那我就给你们一个机会。黑风老妖说道。我黑风寨最近与东边的青蛇谷有些恩怨，你们去把青蛇谷的谷主给我杀了，提着他的头颅回来见我，我就收留你们。